你在当地收集资讯的管道有什么？其实我个人的管道，我还是都是看那种比较正统的那些财经杂志，像是什么 Barron's 啊，或者是 Market Watch、Bloomberg，他会推给我新闻或什么的，我会注意去看一下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讯息啦，我觉得是接受到这些讯息的时候，你会有联想吧。一开始美联储还没宣布 QE 的时候，他就说直接先免息嘛。然后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，我直接问我女朋友一句：如果免息的话会怎么样？钱会全部去哪里？他就说去股市，然后我就认定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没有地方去，这个钱没有地方去。你刚用的2个字是我一直想推广的，叫做联想。因为我们说我最喜欢的书其中一本科斯托兰尼叫《一个投机者的告白》，他说念哲学跟艺术的比较适合投机，他甚至不收传统金融科系出身的徒弟，他靠的是联想。我们只能说我们走的路是靠联想。这个联想的依据是你对这个世界规则的理解。你刚刚问的一个问题非常好，你直接问你的女朋友钱会往哪里去，这个是在去年我们还没有做订阅的时候你问的问题是吗？那时候是在2月的时候吧，我记得不知道是第几次垄断的时候。当时我们还没有做会员直播，还没有提这个，所以你已经有这样观念，所以其实你的大脑是很清晰的，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数字游戏，这是一个金钱堆叠的游戏，钱往哪里去什么东西就会涨，但凡艺术品、画作、精品、珠宝，所以你看的管道很简单。那个我们刚刚记录了你看的那些杂志，但是那是当地的杂志啊，在台湾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翻阅到了。可以线上订阅了，那是线上订阅。OK， 可以线上订阅。那大家可能还是辛苦，因为还有语文的问题。你们可能阅读起来的速度是快的，然后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，你阅读完这些东西，你在联想的时候，你有个讨论的对象。我在做会员直播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希望给大家这样一个环境，所以我们都是在讨论的。那 FED 政策一变，那一个怎么样，那会发生什么事？我想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但是你现在持股，我看了一下，跟我们的观察名单高度重叠，是因为理念上很合，还是你刚好做研究也研究到这一些？还是我觉得就是认识到这个大趋势吧。像我是一个操作有时候会很容易就会很兴奋的人，就是经过就这句老师以及团队的研究之后，我也认识到了，其实这些股票它的上涨空间是它的，用德州扑克的语言就是它的那个 implied odds， 就是它的那个上限度非常高。对。就是一点想象嘛。所以你发现可能是对于暴赚这个理念你已经接受了，接受之后我们才会去思考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。因为大部分人的大脑是不接受暴赚这个概念，不是他不接受的。你用赌的不一定会发生，用赌的这个不是不要说在股市，在任何一个世界上，任何一个领域上，这个东西都是这样。资本进货成本我们设个停损嘛，设个停损就有做梦的权利，就是门票问题嘛。你去年你这样子2020这样子用这样的概念在美股操作，你的总资金是翻了几倍？总资金大概翻了5倍。翻了5倍。对，感觉你说所谓的很不真实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不真实。可是我必须要讲，就是我觉得去年的行情是非常好，然后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是第一次进来嘛，然后第一次经历这个牛市，然后我觉得5倍算是及格吧。我感觉5倍算是及格啊，5倍算是及格。我不确定你的标准啊，但5倍算是非常好，因为是总资金欸。你如果有1亿的人，他变5亿了。对，但是我资金不一样能做不一样的事嘛。资金做不一样的。你说的很好，我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，就是说金融怪杰里面每一个人，他们都是小资金冒大险，大资金做保险，就连巴菲特也是这样做。那只是说，因为他们现在为了募资啊，或者是为了品牌的消费者对他们的信心啊，所以他们把话讲得很保守。可是纵观每一个这样子的人，他的过去小资金的时候都是赚得非常疯狂。所以你刚刚讲的5倍是及格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我是非常认同的，因为他们在小资金的时候，大概1-2年就已经暴冲到别人都追不到境界，然后开始会怕了。你现在还不怕嘛？你可能翻了5倍，你还不会有很怕的感觉，这个钱对你来讲还好而已。当个手游嘛，然后放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对，当成手游看一下这样。那就是慢慢的每个人的心理的限度就是会越来越，就是随资金越大，压力会越大。所以你做了5倍，你做了美股，
那我知道很多不了解的人，很多不敢想的人会说啊，你是遇到牛市，这运气好。我们承认自己是运气好嘛，我们做的事情是放大运气嘛。那不是牛市的时候再说咯。我希望你可以保持这个信心，因为第一个是从结果论，我找不到自己错的理由；第二个是就道理来讲，我也想不到有办法有人说出这件事不好的理由，因为我们都有设停损嘛。对，我觉得设停损很安全，不设停损比较可怕。那既然都设停损了，我就希望这样走下去。那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，但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会聊聊你的问题，你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，因为我自己我觉得也有暴赚潜力的股票，可是我自己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看到它跌的时候，我内心的期望值可能还是某些股票比较多。可是今天它那只股票又再拉一根的时候，那个期望值的顺序就变了，然后我就会当下就会做了很多我事后看其实不太对的操作。像我觉得那只 Beyond Meat 它也有暴赚的潜力，对。然后它之前股票一路往下跌的时候，我就有在想要不要进，然后它又跌得更凶的时候，我就会又想冲进去，可是后来就常常想一想，就是做操作当下想的不够多，或者说事前没有预计好，然后我就会事后想一想，我可能觉得说，可能还是某些股票的上限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高，所以我又换回去。你讲的问题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啦，因为你讲的东西已经跳到下一个层次了。你刚刚说的是，你本来觉得100块的股价期望值很高，可它涨到130的时候，它期望值对你来说已经变了。那已经变了，我现在是不是要持有，或者是我要赶快换掉？确实，这是一个实务上最真实的问题。它如果今天是快速成长股，它如果景气是很好的，你只需要关注它的期望值有没有一直在增加，有没有一直在维持住。比如说，它今年这个公司已经很好了，它但多了2个新的部门，这2个新的部门结束之后，有没有又多2个新的部门，又多3个？因为快速成长股定义是这样，所以它的期望值会变动。你要去追那个原因，你就要一直往上盯着它，所以它的期望值搞不好一直维持在高峰，甚至它一路上涨，它的期望值是越来越高的。当你看到Zoom从20块涨到100块的时候，大概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。20块涨到100块的时候，你一开始可能预期它20块涨到40块、50块好了，你的朋友，可是它涨到50块的时候，它其实期望值比20块涨到50块还要高，它50块涨到300块的几率是大的，这是一个改变的，这是变动的。当期望值变高，当总体经济钱的流向是固定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一直昂在里面，一直昂在里面，一直昂在里面，我就敢追。当他的期望值是不稳定的时候，就是说众人对他的理解是分歧的时候 ，CCL 我知道他有一些隐忧，他的负债是高的，他借了款之后，未来可能会他就算能获利，他还是要还那个债，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标的它的上下波动是大的，是说不稳定的，那你就采取减一下。我知道它是转机股。可是我完全清楚，你看我11月5号的直播，10月15号直播，我知道它的涨幅会在等疫情结束过后，所以现在进去如果只是卡位，我就会等它下来跌一点，我再买一点，跌一点上，我就不会一路追。不同的股票的标的，在我进场意愿，我就不会去被这个打乱。它下跌我是觉得正常，它上涨我也不会觉得现在就涨，因为我对它的期待很理解，它的发生的时间，那我对它的预期。而不是说这个公司会好我就买，它什么时候会好，它会不会更好，什么时候，这个东西就是在我的判断里。你只要加了这个东西进去，我觉得你下筹码就会下得比较稳。比如说你不可能每一档好的股票你都一次下到 80%， 因为它可能以后才会很好，所以我现在只想下 20%。 那如果它涨上去涨太快了，我们误判了，其实误判就误判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多赚的钱嘛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利多，因为你有筹码去做别的标的，所以不要为了这种事去感觉到有压力或怎么样。好，我有时候给朋友的操作策略，我说你有多少钱？昨天我才给一个朋友，他说400万，我跟他做心理评估啦，他其实本金可能有2000万，但是他放在台股里面是快900万。我看了他的经验，我说你只要拿400万出来就好了，你只要拿你的现在台股的一半都不到出来就好了。这一半出来之后呢，我跟他讲你分4批，所以你看他关乎个人的承受度，关乎这个当下我对他资金的分配。那我给他的建议跟我们会员直播是最保险的那个，就是我们买的是CCL 跟那个 FCX。那为什么会分这么多批？我的理念又很简单了，因为我对铜矿的看法你是清楚的你是非常清楚的，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东西。
所以我觉得分很多批的情况下，我刚才讲要下一次买就向上了，因为我已经买掉 40% 了，下次买就是要等涨上去很多以后才要买，不然就是跌下来很多我也要买，主要是这样。我这样有解决到你现在的有，就是要加上时间这个概念，一定要加上时间这个概念，时间很重要。你说你想知道我们做功课的方向？对，就是说这支股票像是 GME 啊，或是能源股，就是要了解到多深刻。你现在做的功课主要是怎么样的？就你刚刚那2件事，你自己是怎么解决的？多深刻，或者是？就是我像能源股，我的名单上面有2支嘛，对，然后我就会去看它的产品，然后理解它的技术。可是我一了解之后，我发现说，这2个产品不太一样，市值不太一样，然后就是他们的客户也不太一样，然后我就会当下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判断。能源股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啊，研究到现在没有买，不要说没有买了，暂时停止研究。为什么？太复杂，所有的国家级政策都是压在2025是最近的一个时间点的，远一点的还看到2050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是这么远的时间点，它要发酵，它的复杂度、它的变化太多了。我觉得一个小变异就可以把整个推论打坏的标的，我就撇除。在此之前，我会大力的研究它。所以我做功课很简单，第一个，联想钱往哪里去？第二个，如果我知道钱可能会往那里去，我一定要研究它的产业关系。我甚至很重视它的股东跟 CEO， 跟他们股东跟谁是好朋友，他们的产业有没有共同结合之处。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。所以当你看我直播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听我提到 Peter Thiel， 他是 PayPal 的原始创办人之一。PayPal 原始创办人之一还有 Elon Musk， 那他是一个天使资金的人。然后呢，他跟马克·祖克伯也是在脸书、在 Facebook 最早起家的时候，他也投资他们$50万。好，当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非常有趣了。原来这帮人都是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这帮人可能可以一起搞什么事情。我们做公司是这样子，靠大量的联想、反复的辩证。那你看到的会员直播是这样子，下一步才是检视他做这件事情有没有认真做。先联想，再去偷看他是不是偷偷摸摸的做，再看他有没有做出成绩。最后做出成绩，那个就是财报。所以在我的研究的范围中，财报是最后一个是成绩单。他跟我说他要考台大，他跟我说他每天念3个小时，而且他告诉我他去上家教，好，还会叫他爸教他。我们看他有没有做嘛？那最后他有没有考100分？财报是这个嘛？并且考完100分之后，他还要承诺我，他以后他考完台大之后，他的目标还要当台大的榜首。那OK 啊，那快速成长股我要追他啊，我一定把他买到手啊。他如果觉得他考上台大他就不想念书，被我发现了，他说他会很努力，可是他都没在念书，我就不买了。这股票我就不想持有，因为可能性不见了。觉得今天也差不多，我们访谈会到这边。我觉得你可能女朋友已经睡着了，我知道。你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？我还是私心的想翻个1倍到2倍。对，但是我目前看起来好像有点危险，但是我感觉今年才刚开始嘛，什么事都可以发生。反正止损设好，就是来试试看。OK， 今年目标是1倍到2倍。对，好。对，你非常的了解大局观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说去年翻5倍，今年要翻10倍，或要翻5倍，你完全可以知道你的目标怎么定，然后怎么合理。那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做到，好不好？我今年的目标也是要大赚，但我希望大家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全身而退。我们就这样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哦。好，拜拜。谢谢团队，拜拜。拜拜。